漫步者 S2000 MK3 的聲音成熟耐听，低頻下潛收得住，人聲清晰友好，高頻有細節不刺激，屬於可以長時間聽不容易累的調音走向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漫步者 S2000 MK3 一台在國產有源書架箱裡面非常有代表性的產品，因為它的價格沒有高到普通消費者完全摸不到，也正因為這個定位，它在很多人眼裡一直都是國產有源音箱裡面繞不開的一台 Hi-Fi 產品。音箱這個品類，聽感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它到底靠什麼把聲音做出來的？單元、箱體、DSP、功放、電源和調音，每一層都會影響最終的表現。所以這期試聽片，我們先從外觀、功能，再到聽感，把這台漫步者 S2000 MK3 的使用體驗和聲音走向講清楚。我們先來看外觀，漫步者 S2000 MK3 這台有源 Hi-Fi 書架箱，整體還是典型的形態，體積明顯大於普通的桌面小音箱。這個體積和重量也說明它不是那種輕飄飄的電腦小音箱，而是更接近正經書架箱的使用邏輯。外觀設計上 ，S2000 MK3 走的是比較穩重的路線，正面是黑色的面板，側面帶木紋裝飾，整體觀感比普通塑料桌面音箱更有家具屬性。再看正面單元配置，上面是平板高音振膜，下方是 5.5 英寸鋁盆中低音单元。平板高音的特點是振膜質量相對輕，瞬態響應快，適合處理高頻細節。而 5.5 英寸中低音單元則負責中頻厚度和低頻亮感。對於一台 2.0 有源書架音箱來說，這個單元尺寸已經具備比較完整的中低頻基礎。接口部分，這台音箱的輸入方式比較全，它支持線路輸入1、線路輸入2，也就是2組模擬輸入，同時還有藍牙、光纖、同軸輸入。這個配置覆蓋電腦、電視、播放器、手機、解碼器這些常見的設備，日常使用不需要頻繁的拔插線材，還有實用的音量、高音和低音調節旋鈕，用戶可以根據房間大小、擺放位置和個人聽感，對高低頻做一些修正。尤其是這類後倒箱有低頻亮感的書架箱，如果靠牆太近，低頻容易變厚，這個時候高低音旋鈕就不是擺設了。整體看下來，它的側重點還是放在箱體體積、單元配置、多輸入接口和實際利用的便利性上。接着看重點功能和規格配置，官方給 S2000 MK3 的定位是新經典 Hi-Fi 有源音箱。功率部分，它的连續不失真功率為高音15+15瓦，中低音50+50瓦。左右声道2支高音和中低音分別由獨立功率通道驅動，更有利於控制分頻、動態和失真。音频電路架構上使用雙 DSP 數字音頻處理，並且採用3顆德州儀器的數字功放芯片。DSP 負責在數字域完成分頻、聲音模式、動態控制和整體調音。數字功放芯片負責輸出電流，驅動高音和中低音單元。藍牙部分使用的是高通藍牙模塊，支持藍牙 5.0 和 aptX HD。這種方案就是盡量提升藍牙傳輸規格。當然，真正想發揮完整數值，光纖、同軸或者高質量模擬輸入依然更適合嚴肅視聽。音效模式方面，這台音箱內置4種專業調教的聲音模式，音頻規格支持 Hi-Res 高解析數字音頻，頻響範圍45赫茲到30千赫茲。這裡的參數只能作為基礎規格參考，真正影響聽感的還有箱體結構、擺位、房間反射、DSP 調音和單元一致性。總的來說，漫步者 S2000 MK3 的重點功能可以歸納為4個關鍵點：平板高音、5.5英寸中低音、雙 DSP 數字處理、多輸入有源架構。至於它實際聽起來值不值這個價格，接下來就進入電影和音樂試聽。
這一輪試聽下來，漫步者 S2000 MK3 是一台調音比較成熟、控制力比較在線，也比較適合長期使用的有源書架箱。直接給大家說我的聽感，第一組低頻與氛圍試聽的3首曲子，它的低頻表現給我的印象比較深，低頻能下去，氛圍感能鋪開，收得快，沒有拖尾，也沒有把中高頻蓋住，這個地方很重要，因為很多音箱低頻一多就容易變厚、變糊、變悶。S2000 MK3 的低頻就是有亮感的，但不是失控的亮感。到了第二組細節與人聲試聽的3首曲子，重點看細節、人聲和節奏感。馬林巴琴和鈴鐺聲能拉開層次，人聲和背景的音樂分離也比較清楚，鼓點、人聲、背景音沒有糊成一團。這個風格它不是特別冷，而是更偏流行、更偏耐聽，也更容易讓人接受的聲音風格。後面我又用索尼 ZX706 數字輸出接節奏坦克 M5， 用模擬輸入，這個組合下，古詩的鼓皮質感，渡口裡蔡琴的人聲氣候，雪候鳥裡熊天平嗓音的特色，都能比較清楚地表現出來。這個可以說明它的模擬輸入不是擺設，接上更認真的前端後，這台箱子的承接能力很不錯。藍牙部分非常穩，用 ZX706 的藍牙連接，陽翠洗滌的樂器定位，遙遠的他裡張學友的人聲結像，美酒加咖啡裡鄧麗君聲音的甜美感都能聽出來，尤其是古箏漁舟唱晚，我特意的把它做成了一個單獨的章節，它的琴弦波動的細節和琴音的延展感，是這一組藍牙試聽裡表現最突出的。綜合以上聽感，試聽篇我的結論就是，漫步者 S2000 MK3 的聲音成熟耐聽，低頻下潛收得住，人聲清晰友好，高頻有細節不刺激，屬於可以長時間聽不容易累的調音走向。如果你想要的是能兼顧電腦、電視、藍牙音樂和電影的有源書架箱， S2000 MK3 是一台完成度很高、值得推薦的產品。後面的拆解我會用更專業的測試和內部的拆解繼續驗證，到時候再看它能不能支撐起我們這裡的試聽表現。最後用一個精彩的電影片段，讓大家感受它收放自如的低頻營造出來的拳拳到肉的感覺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